叫什么名字？姓苏名飞。什么人？我常杀人。什么？你还常杀人？我当警官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这杀人犯太狂了。常杀是省城长沙。法医验证，那具女尸已经死很多天了，死者情绪目前还算稳定。说吧，为什么要杀她？那女人真不是我杀的，你们抓错人了。现在人赃并获，尸体都摆在隔壁验尸房，你还敢狡辩？胡说！声明一下，不关我的事，她真的是自杀。好大的胆！法医已经检查过了，死者生前有过性接触，他身上全是你残留的青春。你这种先奸后杀、毫无人性的败类，本队长见多了。她是我女朋友，所以我们之间发生点关系，应该是很符合逻辑的吧？女朋友。哼，既然是男女朋友，那她叫什么名字？这我还真没问过。自己这个一日之间的男友确实有点不称职了，要不把他魂魄喊上来，重新问一下不就得了？我操！我本是一名源自先秦时期的阴阳家传人，那天因做了一场法事，送走村里某位老人，刚回到家，便碰到三婶热情的给我做媒。小飞啊，要老婆不要，只要你开金口，我就给你送来。人家可是空姐哦，肤白貌美大长腿，校花级别的。这姑娘可是你三叔出差在管城王子酒店认识的哦，很能干哦。还有这样的好事，那你就送来呗。就这样，我当即给了三婶300块钱介绍费，让三婶将对方微信推给我。回到家里满怀期待，点开一看，果然是空姐，22岁，1米68 ，105斤，全国可飞。我便满意的加上了她的微信。第二天，女友如约从管城飞来，果然和照片一样，是个极为漂亮的姑娘，除了能干以外，什么都不能干。接下来我们就步入正题，正式进入了深入交流环节。接下来的话，由于会引起屏幕前的你极度的不适，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于是擅作主张给剪掉了。一番深入了解后，女友接到了来自老家的电话，我才得知赌鬼老爸重病妈，读书的弟弟和破碎的他都在问他要钱。他哭了很久很久后，对我说了一句让我久久无法释怀的话：飞哥，你是个好人，别人以前都只会说换个姿势，只有你会安慰我多加2个钟。飞哥，我想青春永驻，等我走后，你将我练成僵尸吧，我想将自己最美的模样永远定格下来。看着他灰暗无光的眼眸，我同情的点了点头。在之后，我俩就天人永隔了。当我炼制僵尸快要成功时，房门却被粗暴撞开。变，继续给老娘变。虽然我不知道他名字，但我们确实是熟人介绍的。我于是将我们认识的过程全部告知了出来。听完后，2个警员瞪大了眼睛。我操！什么？你不仅杀人，还特么的嫖娼？罪加1等。瞧瞧你们说的啥话！我跟他可是一见钟情，所以当晚就定了男女关系。俗话说日久才能生情，一日之间的相处怎么能妄论神圣的爱情呢？所以我俩完事后便分手了。他说我是个好人，舍不得我，我过意不去，便给了他500元的分手费。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好赌的爸，重病的妈，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他，我不帮他谁帮他？我只是无奈，没有物质的爱情一盘散沙，有物质的爱情被你们抓。能把嫖娼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我还是第一次见。杀人嫖娼咱先不说，说说你虐待尸体怎么回事？要不是一位朝阳大妈举报，我们不来还不知道你对尸体做什么。这家伙不仅对人家姑娘先奸后杀，居然还练尸，这种变态绝不能容忍。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了，其实我是个阴阳先生，是他自杀前要求我的，为了永驻青春，才让我在他死后练成僵尸的。阴阳先生，僵尸，永驻青春。喂，你们笑什么？抱歉，我想到了一些高兴的事情，我岳母要生孩子了。那你又笑啥呢？我岳母也要生孩子了，你继续，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不会笑。你也不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字？科学办案，什么年代了？相信科学懂不懂？再胆敢满嘴跑火车，信不信我让你好好学下物理课？慢着，你不想知道真相吗？怎么，你招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解释你也不会信。我打算将当事人招魂上来，让他自己说清楚。你说什么？你这是暴力执法啊！任姐，他好像被你劈出内伤了。不对，是任姐你霸气侧漏了。你刚看到什么了？紫黑色。不对，什么也没看见。老娘杀了你！住手！能不能让我证明自己清白了？你这女人性格也太强势了，不过皮肤倒是蛮白的，我猜测最少白了87%，剩下的13就不知道了。关了，你俩执法记录仪给老娘关了。你小子这不是找死吗？老实交代不好，惹他干嘛？慢着，我真能召我前女友魂魄上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给我吹？怎么，有本事你也可以给我吹个试试呀？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任盈盈和2位警员哪里会信什么招魂？这都老一辈迷信了。好，不见黄河不死心，老娘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说完之后，
便带我踏步进入法医室内。任盈盈与2位警员王朝马汉发现法医吴佐正在对着女尸来回观看，嘴里还啧啧称奇。老五，研究什么呢？哦，小任啊，你看这女孩明明死了7天了，为什么皮肤还如此充盈，就跟活人一样有弹性呢？不合理，不合理啊！到底如何办到的？连你这位从业30年的老法医都弄不懂。看不懂啊，手段太高深了，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也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师之手。对了，小任，你们这是打算做什么？哦，这小子死活说自己会招魂，要将死者魂魄招上来，问问案情。我操！小伙子，别闹！什么招魂不招魂的？老头，我干这行那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唯独没见过魂魄。你骗别人也就罢了，想骗老夫这个行业人，你还嫩了点。这女孩是我女朋友，是我用炼尸之法保存的。原来那位大师是您，真是人不可貌相，排水不可斗量啊！年纪轻轻竟有这种绝活，你请。老五，这小子刚刚说的什么炼尸之法？难道你听过？这女孩是我女朋友，是我用炼尸之法保存的。原来那位大师是您，真是人不可貌相，排水不可斗量啊！年纪轻轻竟有这种绝活，你请。老五，这小子刚刚说的什么炼尸之法？难道你听过？未曾听过。没听过，那你这么惊讶，闹呢？呵呵，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老头，我干这一行那么多年，还是有点眼力劲的。就他那泰然处世的气度，以及这保存的方法来看，这货他不简单。老祖传牌令，金刚2面牌，千里拘魂阵，快入本性来，魂归来兮。这玩魔术呢？他都没碰到烟雾，竟能拐弯，这到底是什么香？这香是用来请魂的，得让他感受到烟火气，才能更快更准召唤魂魄。毕竟我不知道他名字。说的这么厉害，怎么还没反应？急什么？人家魂魄在外面正飘着呢，回家不得要时间啊！你打个电话信号都还得去通过塔台再转出去呢，真是少见多怪。你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吧？行了，快认罪，别耽误大家。话音落下，一阵阴风吹来，而接下来的一幕险些将几人给吓晕过去。只见床上的女孩眼睛猛然睁开，整个人像弹簧一样板板正正坐了起来。鬼呀，诈尸了！看吧，阿 Sir， 我早就说了，年轻人判案不要武断，我真的是阴阳先生。我任盈盈支支吾吾，双腿颤抖，半天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再也没了刚刚的雷厉风行。唯有法医老五短暂惊吓过后，眼中放光，对着女孩左看右看。绝了，实在太绝了！老头，我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神乎其神的绝技。飞哥，对，是我在那边，没人欺负你吧？没有，你每天给我烧香，大家都知道我有人罩着，干什么都很顺利呢。那就好，如果有人欺负你，列个清单给我送梦里来，老子干不过活人还干不过死人，就算厉鬼我也给他招来抽几个大逼斗。飞哥把我换来，是你答应我的事，要成功了吗？没有，本来到了关键时刻要成功了，这些警员将我一把带走，还说我杀了你。你把我们之间的事解释解释吧。对不起，飞哥，我也不知道会给你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接着，女孩就将自己的死因全部告知了警花任盈盈以及2个警员王朝和马汉。从她的话语中，众人也得知她名叫周软软，只有我知道她确实是人如其名，哪里都软软的，说话轻言细语，生怕伤害别人。行了，软软，你先回去吧，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办到，保证让你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哎，也是个苦命人。直到女尸缓缓倒下，几位警员这才松了口气。阿 Sir， 当事人可都解释清楚了。任盈盈目光呆滞，这种情况惊吓过度可是会失魂的，所以我就在任盈盈脸上掐了一下。你要干嘛？哟，我是给你订魂呢，你以为我占你便宜了？任盈盈则深吸一口气，要不是今日亲眼所见，她真的一辈子不可能相信死人也会开口，甚至还可能让自己办一件冤案。想到这，高傲暴躁的她竟弯下了腰。抱歉，是我们错怪你了。王朝、马汉以及老五在看到我时惊为天人，眼中透露着浓浓的崇拜，要多恭敬有多恭敬。身为警员，若能学得一招半式，那前路不得一片坦途。好了，做错了是能认错，已经领先了无数人，我已经原谅你了，谁没有个失误呢？我现在能带着尸体走了吧？你可以走，但尸体不行。任盈盈话刚说完，忽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听到你来自他拿出一看来电号码，面色微变。等会我接个电话，上面打来的。任盈盈去一边接起了电话，时不时点点头，时不时又与对方争吵几句。没多久，打完电话，且脸色凝重，王朝起身走了过来。任姐，可是局长他们有吩咐。别提了，还不是张家那件事，他家给局长施压，说最后再给我们1天，若是破不了案，哪怕动用关系，也要让咱们职业生涯止步。局长为此也扛着很大的压力，交代我们一定要尽快解决。任盈盈皱着眉心，愁容满面，因为市里有个从商的大家族叫做张家，颇有势力，
前些天张家千金与女婿来县城投资，她因为有孕在身，所以在房子休息，由保姆照顾。而就在她丈夫出去应酬参加商会时，张千金的住所也起了大火。恰好她家保姆也在市场买菜，家里没人，张家千金却严重烧伤，一大一小死于非命。经过他们现场查看，初步定为意外，因为张家女婿与保姆都有不在场证明。但张家老爷子却一直觉得不是意外，而是他杀，故而不断对警局施压。哎呦，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件案子咱们局里和南局那边一起竞争办的，他张家不给南局压力，却给咱们压力。南局那边据说今天请来了一位大咖，他叫林峰，你应该听过吧？你说的是咱们警校后面那一届的天才，半年破300多起案件，破案率100%，被誉为刑侦之王的林峰。我记得以前在警校时，他还追求过任姐你吧？被你屡次拒绝后，好像一直与咱作对来着。就是他，阴里阴气的，老娘岂会看中他？想要成为我的男朋友，要么在招式上征服我，要么在智慧上征服我，否则他凭什么？今早这蠢货还打电话给我耀武扬威，老娘恨不得砍了他的大小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怕局里也不例外。林峰求而不得，丢了面子，从此怨恨上了任盈盈，处处作对使绊子。而南局与北局为了竞争晋升名额，也称得上是水火不容。这家伙实在太过分了。不过任姐你也别慌，张家这个案件不管怎么查，看着都像意外啊，哪怕他刑侦之王来了，也查不出任何进展的。不，他林峰今天一入手，便让案情有所突破了，已经翻案，排除意外的可能，定为谋杀。若是再给他点时间，恐怕真的得被他破案。被人耻笑放一边，就怕整个北局都因为咱们蒙羞啊！什么？他已经有进展了？这么快的吗？有了，任姐，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南局有大神，咱们也有大神啊，何不请苏大师帮一忙？他若出手审尸体，不是可以轻而易举抓到凶手？他林峰再牛也是凡人，苏大师可是奇才啊！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他和咱们又不是很熟，会帮咱们吗？这人嘛，探着探着不就亲上了？再不行，大不了你略施一下美人计嘛，将他绑来咱警局，那咱业务方面不得像坐火箭一样，蹭蹭往上飞。苏哥哥，飞哥，你会算命吗？算命对于我来说都是毛毛雨。那你帮我算算呗。前天我相亲了一个对象，明明见面都很合适，我们晚上也同了房，可为啥次日起来后，他好像不愿搭理我了？有没有可能面试过了，笔试没过？飞哥，你们祖上都是干这个的吗？没错，我家的这个技艺传承有2000多年了。2000多年了，那岂不是人丁兴旺，后代遍布全世界啊？旺个屁啊！全死了就剩我一个。可能是小时候我把光都给了迪迦，所以导致现在前途一片黑暗。飞哥，你不要难过，其实我也没有家人了。你怎么会没有家人？要不你去做直播试试，直播间可全是家人。其实我们阴阳先生和你们警员差不多，都是高危行业，只不过你们管活人，我们管死人。我爹生前就是阴阳家的传人，曾经与国内玄门教派高人一起参加过国运战，跟九局一派以及众多外国邪教斗法。那一战国内玄门10之8九没有回来，人才凋零。我爹也遭到重创，魂飞魄散时曾交代。小飞啊，振兴阴阳道的大任以后就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让阴阳家的传承断掉。我带你之所以出山来相省西县，就是因为这边曾是赶尸发源地。我目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加快养尸进度，从而增强实力。待练成汉魃，一定要杀进东瀛，剿灭道统，破其国运，抓其老师，再去西方把吸血鬼一族写在食谱上，顺便再引进一下外国姑娘，让国内单身狗们摆脱高价彩礼。经过一系列的侃侃而谈，两位警员王朝和马汉更是对我满眼的崇拜。没想到飞哥你居然会这么多啊！鉴宝、招魂、看风水，真是太牛了！你可真是我的偶像。真没想到你还会鉴宝看风水，你到底有多少特长？我特长？我会的可多了。山外青山楼外楼，唱跳 rap 打篮球。春风又绿江南岸，练习时长2年半，尤其擅长铁山靠和七步成诗。任姐，别忘了正事啊！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帮忙。说来听听。是这样的，这就让任盈盈将张家的事全部告知了我，又将南北局之争和刑侦之王的事说了出来。你们想要我出手，既破案解决压力，又打击一下对手嚣张的气焰。抱歉啊，我没兴趣，我只想回去练僵尸。咱就当交个朋友嘛，多个朋友总是好的。以后有警方这层关系罩着，你办什么事都会很顺，你说呢？阴阳本是无敌路，
多个警察多条路，似乎还行。而且与橘子傍上关系，不仅可以为所欲为，还能通过安警系统查一查当初玄门大战的事。姐，看到没？这是顺毛驴，赶紧的撒个娇哄哄啊，再加把火。哼，你让老娘撒娇，老娘这辈子就没干过这种窝囊活。姐，一切以大局为重啊，你也不想这件事失败吧？哥哥，等等，你要做什么？想潜规则我？苏哥哥，你就帮人家嘛。不得不说，任盈盈确实是个极品，身材劲爆，声音酥麻，如此一个角色，天天撒娇，一般人绝对受不了。好在我不是普通人，一想到女神也要拉屎，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你笑起来难看死了，我还是比较想看你哭的样子。答应我，以后不许开心。你特么？别，要我帮你也行，但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说。我要带走软软的尸体，我答应过他要炼成僵尸的，这是与死者的约定，若是食言我会遭反噬。这不符合规定啊！按规定，我们必须将尸体交给他家人处理。他活着的时候都被家人糟践成了这样，死了你还要丢给他家人？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来，我摸摸。不过至于你说的规定，这对你们有背景的大人物来说，还算个事吗？我相信你能解决，不是吗？好吧，我想办法。第2件事呢？这个就更简单了。别看我是个阴阳先生，其实我从小怕黑，所以下次你要有事来找我，能否穿上白丝过来？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软肋。你想死吗？哼，他怎么敢提这么无理的要求？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任盈盈长这么大就从没穿过。你陪飞叔说话，飞叔很开心，但你的语气飞叔很不喜欢，这随你喽。你也可以不答应，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出手，毕竟对我没啥好处。好，如果有下次的话，我穿。哼，你个小肚鸡肠的男人！别看我小肚，但我鸡肠。跟我走，我带你去看死者尸体。于是警花任盈盈和2位警员便带我驱车赶往县医院。阿 Sir， 你这用的什么香水啊？真好闻。哼，又神。真不愧是警花，连香水都这么与众不同。哼。飞哥，你刚才和任姐都聊了些什么呢？也没有聊什么，就是她答应穿大渔网给我看。我操！没想到一向高冷的任姐也有弯腰屈服的时候，这真是碰见驯龙高手了。飞哥，你刚才和任姐都聊了些什么呢？也没有聊什么，就是她答应穿大渔网给我看。我操！没想到一向高冷的任姐也有弯腰屈服的时候，这真是碰见驯龙高手了。飞哥，听说明天那张家老爷子与市里领导会亲自下来看刑侦之王破解此悬案，我们局里能不能保住经费和上升名额以及这职位，就全靠你了啊！我记得破悬案是有钱的吧？有，局里给了10万赏金，另外张家又给了30万。那行，破案后记得把属于我的那部分给我啊！放心吧，少不了的。哼，怎么你张口闭口就是钱呢？烈酒难消世间愁，唯有碎银解千愁。你一个白富美哪里知道我们底层人苦？我穷怕了，所以就喜欢钱。哼，有钱人有什么好的？我就喜欢花自己的工资。你不懂，有钱人轻而易举就能拥有很多姑娘的青春，而我们穷人努力奋斗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拥有一个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姑娘。我操，太残暴了！那你穷的时候做过什么卑微的事吗？当然，那太多了。比如我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所以只能蹭左邻右舍的。我操！你这是卑微吗？你这是卑鄙，也不怕别人打你。老娘怎么跟这货成了队友一起办案？哼！他喜欢他老婆，我也喜欢他老婆，所以我们是同道中人，他凭什么打我？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县医院太平间，冰冷阴森的环境让身为警察的警员和2位带路的医生都战战兢兢，看着这里10几具死尸在裹尸袋中，以往丝毫不惧的3人，此刻是胆颤心惊，就怕这些死人突然坐起来给他们来一句欢迎光临。掀开白布，一具严重烧伤的女尸映入眼帘。飞哥，你看有头绪没？这可是一尸2命，怨气不得散，属于横死。如若不给他平息怨气，恐怕以后会出问题。什么？出什么问题？正常人死了是游魂，他们这种含恨含冤带着仇恨死的叫鬼煞，而医院本就是大阴之地，各种意外病死的人魂魄都会在这游荡。鬼煞在医院这种地方会成长，吸收各路怨气，成长为厉鬼。你说厉鬼会做什么？当然是向你索命啊！乱喊什么？吓你的！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飞哥，你这是做甚？当然是压煞气。我没带工具和法器，这指尖邪属于至阳，对未成气候的鬼煞也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当然，属于至阳的还有童子尿，只是咱们之间有童子鸡吗？任队，
你们这是要做法吗？咱局里啥时候信这个了？此二人一个是副院长，一个是主任。张家千金事关重要，为了避免尸体被盗，他俩正是管理尸体的大夫。这位赵院长，这位李主任，这位苏大师，我们打算将死者鬼魂唤来，看看能不能查出点东西。我操！任队，我知道案情遇阻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我们在太平间来了，不说100次也有99次了，哪来的鬼魂之类的？咱医院也没有灵异事件，你可别被骗了。是呀，这些年我们致死。哦不，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不知道多少。真要有鬼，那让这些尸体起来跳跳舞啊！我顺便拍个视频发朋友圈，记录美好生活。你们真想看太平间尸体跳舞？我从没听过如此过分的要求。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们。哥，你理智点，你这么搞，我们乌纱帽都得丢啊！爸爸，布布打人了！布布打人了！爸爸打人！我就说夜班上多了会出幻觉的。完了，你说你俩惹谁不好，惹他干嘛？卧槽，太平间跳广场舞，要不要这么骚啊？老子当了一辈子警察，就没办过这么刺激的案，这下怎么办？他俩不会被吓死了吧？估计精神创伤是免不了的，要不要打个120，顺便给他们挂个心理科？你够了，苏大师，你快收了神通吧，能不能尊重一下死者？只见任盈盈这位女暴龙都快哭了，我于是便收了神通，让死尸各就各位，重新躺回了自己的位置。我就纳闷了，这俩货心理素质如此差，怎么当上院长的？就这画面，谁家好人看了不晕？老子叫你来是为你伸冤破案的，好你妈的好！感化不了那就火化。行了，你已经死了，就别来阳间霍霍人了。你把你冤屈说出来，这几位都是警官，我们会帮你弄死凶手的。是我那狠毒的丈夫孙子干的。那天我本来打算去参加商会，但怀孕以后我人比较累，便让我那上门丈夫带我去了，而我则在家养胎睡觉。为了让我安心，他还给我特地找了一个金牌保姆。那保姆竟是他的白月光。当初我不顾家人反对，以死相逼让他进了我张家大门，有什么好的都顾着他来。这些年我给他的钱，竟大部分都被他拿去养这个女人了。他们趁我睡着后，却生出歹心，将门窗密封，把天然气开成了最大，又把电饭煲和烤箱开成了定时启动。我母子就这样活活烧死在房间里。他们花着我的钱，住着我的房子，把我买给宝宝的东西钱拿去给他们孩子用了，转头还骂我傻子。我真的好气啊！他妈的禽兽！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帮你处理好。你父亲怀疑这不是意外，一直委托我们调查，明日市里也会来领导，到时候我自然会为你主持公道。我不要，你们难道还能杀了他？你们死人的公道就由我来给，那活人的公道是给你父亲和你家人的。这样，你先进来，到时候我来安排。女鬼点头，灵魂化为青烟，钻进葫芦。事实证明，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爱两个人必须藏住。现在我才算明白，小时候老师教的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竟很有道理。看，以前他们仨一起生活时相安无事，这下死掉一个就东窗事发了。所以嘛，人心太复杂了，我情愿跟死人打交道。切，你说的，舒服吗？舒服。我腰细吗？细。请拿手。离开太平间，我们回到了警局，天已经大亮了。马上市里领导与张老爷子以及南局的人就要过来查案，他们几人有手中的视频，完全可以揭开真相，逮捕真凶。可任盈盈三人却开心不起来，反而心情沉重。我现在能体会张老爷子的痛心与焦急了，上百亿家财就那么个独生女，却要被一个外人霸占，而且还是杀女仇人。我估计他心里应该有怀疑人选，只不过没有证据。人死如灯灭，再多的钱他女儿也带不下去，所以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我无法想象，若是有天我死后，我父亲看着我的遗体是什么感受。你们希望未来家人看着你们遗体说什么？说，爸爸，我好想你。爸，我继承了你的警号。你呢？我希望他们指着我二弟说：“卧槽，动了，他动了。”滚！行了，这边证据也给你们弄到手了，你们自己去处理吧，咱们就此别过了。你要去哪？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啦？不上班你养我啊？这也不是不可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富婆相助。我也不想努力了。那你还是快滚吧，班先上你的班去，比白日做梦实际多了。对了，
软软的尸体，你啥时候带走？不急，我先去重新找个住处。等我安顿好了再联系你们吧。我总不能背着一具尸体到处乱跑吧？等我找到住处时，还得麻烦你们帮我送一下。哎，对了，经过这个惊魂夜后，我还真有点怕了。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辟邪的东西？卖我一个呗。真没想到一夜之间竟能让你这大美女受惊了。辟邪的，好像还真有一个。这是啥？哦，这是被雷劈过的枣木，成色很好的，拥有极强的辟邪之力，有了它邪祟不敢近身，用来做雕刻效果一流。一般我们行内人管这种木头叫做雕雷老木。看块木头怎么感觉被骂了一句？多少钱？要是别人的话收3000，你的话就6000，谁让咱们是朋友呢？生人坑一半，熟人大满贯嘛。哼，就这一块破木头你收我3000，杀猪盘都没你狠，人家外面雷击木几百块钱都用不了。破木头，这可是真正的雷击枣木啊，而且是50年的老木，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你信不信我要是拿出去卖，至少8万起步？这可是关键时刻用来保命的。外面的要么假的，要么人工引雷，那能有用吗？那是给阎王爷推销保健品，糊弄鬼呢。要不是咱们也算有过一夜情，一夜的交情，我哪里会卖？谢谢了，甭客气。以后我若是犯事了，你网开一面就行。哼，想得美，必须从重了判。这个你带上，要是那孙子不认罪，你就打开它；如果认罪了，你也打开。我路上已经和张家千金交代好了，他知道怎么做的。长老，慢点。哼，不用扶我，我还没老到这个程度。你们有这个心思，倒不如全用在我女儿案件上。是，我们已经在努力侦查了。任局，这种没意义的官话以后尽量少说。我已经给了你们北局很长时间。今天我女儿这个案件无论如何也得给我一个结论，我等不了了。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到我女儿给我哭着说：“爸爸，我好疼。”只见北局局长任龙武，也就是任盈盈的叔父，此刻苦笑连连。他知道今日拿不出个结果，他北局要成为悲剧了。长老啊，这特大的案件，侦查半年甚至数年的都有，您这才7天，确实的有点难啊。长老啊，这特大的案件，侦查半年甚至数年的都有，您这才7天，确实的有点难啊。老任啊，不是我说你，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7天没有进展，我侄子林峰可就不一样了。昨日刚一入手案件，立马就有了突破。长老，您老放心，我这儿可是警戒新星，更是被业内誉为刑侦之王。他那心理战术可是实打实的成绩，战绩可查，有他出手就没有结不了的案。可不像有些靠关系走上位、被吹的神乎其神，实则就是沽名钓誉的花瓶呢。哼，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侄女的成绩全是假的吗？我一个小局长能有什么心思呢？我不过说个事实罢了，做不做假呢？我说的也不算啊，咱们以事实验证嘛。在林峰未出道这1年中，他南局可是被北局的任盈盈强压一头。每次市里开会，一说成绩，他林霸天都抬不起头来。今日算扬眉吐气了。说话别这么难听嘛，人家任队长好歹也是警花，还是我的学姐，哪怕他实力比起我来差了不止一半，多少也是有点成绩的嘛。年轻人做事不要太嚣张了。这不叫嚣张，这叫自信。对了，任局，我记得这案件是任警官负责的吧？今日他怎么没来现场？我还说让他看我破案后给我一点建设性意见呢。哦，你确定想要我给你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回去，否则别怪我破了你的神话。局长，没事吧？我倒没事，可今日这，学姐，就你还想破我的记录？你要能破案不早破了，不如这样吧。以我现在的本事，将来肯定是市局甚至省局里面的高层，你给我当女朋友吧，我可保你前途坦荡。兄弟，你说这有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就是腰的家伙，也配追求咱队长？就是，想追我们队长，等海贼王完结，或者等柯南长大吧。你们的恩怨老夫管不着，现在我只想破案。你不是被誉为刑侦之王，还不快去？是长老。爸爸，这案北局都查好多次了，明明就是一个意外，咱还是别折腾了吧。哼，你这屌毛，我查我的，你着急什么？生者坚强，逝者安息。琳琳走了，我也很伤心，我主要是担心爸爸你的身体，你要是气出个好歹。你什么身份也敢教我做事？你一个上门女婿，连我女儿都照顾不好，还有脸叫我爸爸？我非要查！我怀疑有人害死我女儿。等等，爸爸，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怀疑是我不成？没错，老夫怀疑的就是你。老东西，怎么还不去死？爸，我知道一个女婿半个儿，我毕竟只算半个儿子，您怀疑也是正常的。但我想说，既然我和琳琳结婚了，我就完全把您当成了自己的亲爸爸。您查吧，如果这样能让你相信我的话。我操！真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如此虚伪的男人。怎样？查出什么了吗？
此案难度极大，凶手的作案手法简直是天衣无缝，看不出任何纰漏。这是我出道以来碰到最棘手的案子。不过张老你放心，没有纰漏就是最大的纰漏。我需要3天时间必能破案。3天又3天，你们都是饭桶啊！张老息怒，我这儿可是刑侦之王，他要不行，那就真没人能行了。谁说没人行的？张老，实不相瞒，我已经破解此次案发全部过程了，并查到了真凶是谁。我操！任警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任警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昨天某人还信誓旦旦说这是意外，今日却又改口变成他杀了。来，既然如此，你告诉咱们案发过程是怎样的，凶手又是谁？连我侄子一时都解决不了的案情，你一介女流就想破此悬案，毛都没长全，还敢在此饶舌？莹莹，咱别乱说话啊！哼，我没乱说话，真正的凶手就是他，孙子。什么乱说？你这是诽谤，他在诽谤我啊！我要告你诽谤。你有没有一点脑子啊？咱们当警察的能如此信口开河吗？难道你就凭借张老的怀疑，便跟着拍马屁说孙子先生是凶手？任盈盈置诸在握，于是不慌不忙地将张玲玲鬼魂说的案发过程全部讲了出来。所以凶手就是他和那保姆。好像还真的行得通啊！孙子，你还有什么话说？爸爸，污蔑啊！这只是他的猜测，有证据吗？是啊，任警官，凡事都得讲证据啊，尤其咱们执法的。我们虽然是执法者，但这不是我们放肆的资本。哼，我用得着你教？我敢这么说，自然是有办法让他亲口承认犯罪经过。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错，人是我杀的。人就是我和我初恋杀的，我们密谋了很久，只要杀了他张玲玲，未来张家都是我这个女婿的。哈哈哈，你们听见没有？是我杀的。这什么情况？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刚刚还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凶手的，怎么突然就按他任盈盈说的那样，自己承认了？而且还吞枪自杀？警校也没教这种破案方法吧？哼！你这么多天拖着不破案，就是为了羞辱我？哎呦，林大神探别生气嘛，我敢保证任姐绝对没有羞辱你，因为你不配。其实俺们几天前就查出端倪了，直到昨夜才确定而已。什么刑侦之王啊，与我任姐一比太差劲了。马汉你怎么看？是呀，你还是滚回市里吧，你这种沽名钓誉货色少来丢人现眼了。张老，案件已破，还有一位帮凶已经让人去缉拿了。老子早就怀疑这孙子了，骗我女儿钱财美色就罢了，居然还要他的命，让他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但另一个帮凶，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二位，先前老朽嗓门大了点，还请见谅。此番若不是你们全力侦办，老朽今晚肯定又睡不着了。长老客气了，为大众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我侄女这位警队之花可不是造势造出来的，既然案情已破，我就让人将张小姐遗体送回张家了。不用了，还是老朽我亲自去接我的女儿吧。你们北局的办案效率我很满意，回去后定会向上面如实禀报。那就谢长老了。哎呀，这不小心又破了一件悬案，真是值得高兴的事啊！今晚全局加餐，老林你要不要也来一起吃饭？咦，你这怎么不开心啊？是不喜欢笑吗？局长，您说屎壳郎碰上拉稀，白跑一趟还能笑得出来吗？你小小一个警员怎么说话呢？马上给我改掉你这爱说大实话的臭毛病！人家邻居怎么可能是屎壳郎？今晚你必须自罚3杯。是，长官。别得意，风水轮流转。我们走。另外，你被开除了。自己的枪都守不住，要你有何用？看着林霸天那看不惯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实在太爽了。等张老回到市里，甚至省城美言几句，你数我这位置还得挪挪。丫头，你快给我说说你到底怎么查出案件的，又是怎么让孙子自己交代的？当然是凭我超绝的刑侦手段啦，不然呢？你可拉倒吧，你从小可是我看着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你有几斤几两，我还能不清楚？快说。好吧，的确不是我破的，我们遇见了一位高人。高人？他是怎么破的？以我看，这破案过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然我担心你心脏跳出来。我纵横警界那么多年，胆量早就非比寻常了，什么断手断脚我没见过，你觉得区区一件刑案能吓到我？请看 VCR。所以这个世界是有鬼的。以前我也不信，但现在我信了。我操，我他妈见鬼了！
局长，您老神经反应慢半拍啊！老子一辈子都在教你们新人要相信科学，可现在你要我怎么教？表面教你们科学，我暗地里去相信法术，这个世界真是要疯了！如此一件重大悬案，居然让一个阴阳先生给破了。林局不要太惊讶，之前我们也是这般表情，现在算是平衡了。你俩给我滚！这件事必须守口如瓶，听到没 ？Yes sir。丫头啊，等赏金下来了，你亲自给苏先生送去，全给他，我局里一分不要。另外再多加几面锦旗，这个能人一定得结交好。咱任家从你爸韩元入狱后，其实状态就不是很好了。当初我们可是在省城都雄踞一方，站在最顶端的存在，可现在却只能蜗居小县城，苟延残喘。想要帮你爹平原昭雪，想要让任家东山再起，我觉得这苏大师是个契机，咱们务必绑牢他。我们给他照明处，他给咱们照阴处，砥砺前行，一骑腾飞。哼，我才不想见他呢，恨不得打死他。你这丫头，这种大事可别任性啊！叔这一生如履薄冰，实在是太想进步了。而挤进市局就是咱们叔侄俩的第一步。行行行，我去结交他，还不可以吗？任盈盈叹了口气，想到来自任家的压力，想到自己父亲，她心情有些沉重。他爹当初可是省局长，后面因为秉公办案得罪了一些人，被联合起来泼脏水，给泼进牢狱了。任家从此一蹶不振，惨遭各方打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池子里都是黑鱼，那他们肯定就会联手把你这个白鱼赶出池子。昨天加了一夜班，我先走了，我要去雕刻一个挂件。雕刻？用什么雕？这个雕雷老木。这孩子咋还骂他？一群废物，饭桶。查，给我速速去查，到底北局是如何在一夜间破案的？我不信那娘们有这样的本事。局长，查到没？没有，但是我们查到监控，昨夜任盈盈大半夜抓了一个嫌犯，后面又与那嫌犯去了一趟中心医院。属下估计他能破案，与那人脱不开关系。那嫌犯叫什么？那嫌犯叫什么？他叫苏菲。苏菲，未曾听说过。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个乡巴佬，好像是干阴阳先生的。干阴阳先生？我操！他口味这么重的吗？他被抓进去也是因为把阴阳先生给霍了吗？不是，他就是个阴阳先生。既然他们去了医院，那医院值班的大夫绝对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何不去医院问一下？好主意，随我去中心医院问个明白。二位，我想问你点事，昨夜是不是？见鬼了，我们见鬼了！好多鬼在太平间跳 disco。鬼在太平间跳迪斯科，老子才是真的见鬼了。叔，这次的案件与那两个医生的反常，我觉得跟苏菲都脱不开关系。你不会想说他苏菲能让鬼开口吧？不是的叔，但咱们可以调查一下那苏菲。我觉得任盈盈之前的葫芦也有问题，搞不好就是哪里弄来的致幻药。致幻药，这倒是有可能，不少道上的贩子有这玩意儿。没想到他任盈盈居然知法犯法，与那些人搞出交集来了。去给我盯着那苏菲，一有问题立马抓回来。他任家的人敢剁我面子，抢我功劳，我就剁了他的狗腿子。我这到处溜街狗似的逛着可不行啊，我得先找个住处，再找点零工什么的先干着，一边赚钱一边提升自己的道行，顺便查查当初与老爹斗法的人到底是什么来着。等我修炼好后，灭他们满门。咋都看不见重金求子的广告了？这年头富婆的老公难道一个个都支棱起来了？哎，这视力也是越来越差，打开钱包都特么看不到钱了。总算明白曹贼为何喜欢人情，真是单身久了，看个女鬼都没亲过袖。大师，谢谢您，若非是您，我哪里能报仇雪恨？叫我靓仔，叫什么大师？显得我多了。好的，靓仔。你还不走？难道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不瞒先生，还真有。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他是最疼我的人。我想临走前给他托个梦，给他说一句对不起，好好告个别。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托梦，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您能不能帮帮我？你这种横死的人是需要有人引路的，你暂且跟着我，等晚一点我会帮你的。你现在回去，你爹没睡也托不了梦，在家待着还容易损他阳气。帮游魂回家乃是修阴德和福气的，我自然不会拒绝。谢谢大师。叫我靓仔，不然我可就让你流浪当孤魂野鬼了。你看那边好好一小伙对着空气说话，年纪轻轻咋就神经病了？哎，可惜。我还准备上去加个微信谈个男朋友呢，没想到这种治好了也流口水吧，溜了。你特么才是神经病。
靓仔，你是在找地方住宿吗？对，正找呢。那可以问一下你属相吗？属老鼠。那你是单身吗？是的。怎么？那真是太好了。看来我单身你很开心啊。单身咋了？单身吃你家大米了啊？抱歉，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有房间，你要不要来看看？这清纯无比的气质，完全就是我的白月光啊。不过这小巷子找住宿还便宜，此时此刻咋那么像我第一次去管城打工时的场景？这个住宿它正经吗？这房子倒是正经，但又有些不是很正经。要不你跟我去先看看吗？我这收费很便宜的，你放心。我就喜欢不是很正经的房子。属老鼠，长得帅，还是个神经兮兮的单身汉，这不正符合老爹的交代吗？别看房子比较偏，但是它安静，环境还特别好，不会有人打扰到。我就喜欢安静，你可太懂我了。你多大？我刚上大一，17岁，医学院哦。你才大学生就出来干这个？是呀，我爸爸让我干的。我操！说放假在家总得找点事做。什么？你爸让你干的？是呀，他要打牌没空，所以就让我自己干了。又是一个好赌的爸，太看不起人了。我苏菲发誓此生与赌毒不共戴天。我胆小，不太敢和别人说话，你是我拉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个，多么美好的数字啊！那咱们走吧。小时候穿校服是为了学习，长大后穿校服是为了生活。到了，这一栋就是啦，怎么样，不错吧？只要500块钱1个月哦。也是看你笨哦，不是看你帅才租给你的，一般人我可不让租。弄半天原来是真住宿，我就说自己枕头怎么没睡多久就黄了，原来脑子里的东西流出来了。你看要租吗？环境真的好好。少女所说的房屋处于一圈老式小区中，稍显破旧。这栋2层的自建房门口却种了2棵槐树，用风水来说，槐树招阴，又叫鬼树。2树立于房屋侧，视为树煞，一招奸邪怪异，入内惊扰。槐树中间还有一口老水井，这房子门口栽了2棵槐树，槐树可是最招阴的，并且2棵树中还有一口老井，看似有树有水挺好，实则井生阴凉，更助长了树煞的威力。这房子可不简单。怎样，要不要租？不过这房子你要嫌贵，我再给你降100块钱，但最多只能这么优惠了，不然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其实我就想说，房子我租，不过你既然减少100块，那更好了。不错，虽然宅子阴气极重，但它利于养僵尸啊，我喜欢。那咱们签合同吧。好的，靓仔。行，加个微信，我把钱转你。我叫沈清月，以后你可以叫我小月。好，小月，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你说嘛，苏大哥，我听着呢。以后没事少出门吧。像你这么清纯漂亮，又穿那么好看，很容易被变态跟踪的。我昨天就跟丢了好几个。苏大哥，你真有趣，哪有变态会自己承认的？而且法治社会呢，没那么多变态啦。谁说的？现在变态的人多了去了，以前我们村就有3个变态。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出来打工，现在应该还剩2个。这神经兮兮的房客还蛮有意思。对了，我家就住对面那一栋，有事你可以来敲门找我爸，或者微信找我也行。我先回去看书，马上就要收假了。去吧。2层楼400块钱1个月，简直不要太便宜。正在我暗自庆幸租到了满意的房子时，突然看到电视柜子上放着不少小石头，床底也有一块大石头摆放着。再打开衣柜，一柄八卦剑挂在上方，边上还有一把洛阳铲，一把生锈的刀。发现其中一个抽屉里一左一右赫然写了秋冬2个字。秋冬，春夏呢？居然没有。这房子还真挺邪门啊！没想到我都被算计入局了。有点意思。苏大哥，我爸刚刚交代说，让你打扫卫生时千万别动里面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枝什么的。他说等会儿打牌回来请你吃饭。哦，苏大哥啊，有什么事吗？你爸回来了没？我有事找他。快了，应该只要几分钟了，你进来先坐坐吧。小月啊，我没上过大学，能告诉我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吗？很多谈恋爱的，真正读书的并不多，总之比高中轻松多了。苏大哥为什么没有读大学呢？读书时经常翘课，考不上呗。你为什么要翘课？因为和同桌不合呗。我就从没和同桌闹过别扭。那如果你要是有我这样的同桌，苏大哥，你还会翘课吗？如果你要是我同桌的话，我绝对不会翘课，因为我会翘1节课。他娘的，今日老子是被鬼迷日眼了吧？说了一把又一把。咦，来客人了，你是新租客苏老弟吧？老板，你这人可就不地道啊，瞒了我不少吧？我瞒什么了？难怪小月说你喜欢讲胡话。我俩才刚见面你就摸黑我。
九孔灭门阵，九孔灭门阵。小月，你出去买几个硬菜回来，你爸我今晚要招待客人。哎，好嘞。你给我住的那房子发生了大事，衣柜中只见秋冬不见春夏，缺少生机，受害者是死在春天，但夏天时你房子爆雷了吧？所以房子里放了八卦剑与刀铲，刀铲属金，主杀法，用来镇怨气的。但是刀与剑势不两立，你将刀剑放一起，证明你跟那玩意儿仇恨很深。若受害者不是你杀的，就是你有家人死在脏东西手里。神了，真是神了！大师，你说的真是分毫不差。你还知道些什么吗？主卧床底有泰山石，客厅也有不少小石头，我们管这玩意叫石敢当。泰山乃泰山神东岳大帝的道场，泰山石拥有强大的镇邪能力，都出动这种东西了。如果没猜错，死的不是一个人，最少是3个，还全是女人。根据泰山石摆放的位置，那股强大怨气是在主卧中，极有可能被虐杀致死。其他2个房间应该也有死过人。门口的井我看了看，它已经干涸了，金木土火都有了，唯独水无了，所以元武行被迫，屋内磁场混乱到了极致，想要破局就必须用水来补上。而我属水，我被你拉入局了，我没说错吧？厉害，没想到这年头还有如此杰出的高手。你说的都没错，但人不是我杀的，阵法也不是我布的，反而我妻子死在了里面。我有故事还有酒，你要不要听？当然。17年前，我女儿刚出生。那一年有3个女人来我这租房子，一个母亲带着2个双胞胎女儿，长得倒是都很漂亮。我那会儿也年轻，就喜欢美女，想也没想就租给了他们。本来一切都还相安无事，可后来我听说他们仨给一个官二代当了小3、小4、小5。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后来官二代的太太似乎发现了端倪。有一天我起床发现他们与那官二代也在中间。我好奇便凑到了门缝边上，小心翼翼看了起来。3日之内限你赔给我们500万，哼！不然就告诉你的太太。什么？就凭你们3个不知倒了多少手的老尿壶，也配要500万？因为那时候主卧房门开着，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死得极其凄惨。而当他回头再解决那位母亲时，那位母亲似乎在门缝里看到了我。你没有出手相救，所以那位母亲将恨意也转嫁到了你身上来，对吗？没错，那官二代当时杀上头了，我当时怀里抱着女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哪里敢去救？虽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得为自己家人想想啊！我与他们非亲非故，万一就他们把我弄没了，我的妻女怎么办？谁来照顾谁来养？那你为什么不报警？我也想过报警，但那人是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容易因此引火上身，所以我放弃了。也对。救人的前提是需要保证自己安全，为了他人安危而不顾自己家人，那也是没责任心的表现。倘若那日你站出来，可能也只会多条亡魂。我永远忘不了那位母亲死前凄厉绝望的惨叫，她死前发下血誓说做鬼都不会放过我们。最后那凶手让人把房间打扫干净了，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把这事告诉我老婆。我以为这件事就那么过去了，可夏至那天，我妻子孤身一人进屋子打扫卫生，却发生了意外。她竟然自杀在侧卧，地上还用血写着一条留言：母女全得死。女人刚生完孩子那几个月，体内是没有什么阳气的，所以坐月子在家就是为了避开那些脏东西，甚至家人走夜路回来都得先去茅厕一趟，或者在外面抽根烟再进屋。她却还往这里跑，可能命中注定吧。要不是偶遇一位阴阳先生相助，那日无恐怕也。所以这布局都是那位前辈搞的。是呀，他说他的本事也解决不了那母女3人的戾气，只能困住慢慢消磨。才死亡1、2个月就能杀人，那戾气不是一般的重。难怪小月见到我就问我是不是单身，原来是想借助阵法，用精壮单身汉的阳气去对抗。阴为邪，阳为正，阴阳先生讲究的就是阴阳制衡，用男人的阳气去磨灭恶鬼戾气，倒是个不错的办法。但玩得不好，也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死亡。所以我之前所有的租户全是单身男性，几乎都是18到25岁之间。不过你放心，我都是让他们住半年，就找借口将他们赶走了。他们离开后最多赶个冒，倒霉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想过搬家，可当初那位先生说，不管我去哪里，那鬼魂都记住了我们父女的气息，跑不掉。很可惜，布局本身是好的，但随着井水干涸，五行被破，10几年前的布局已经遏制不住。那个母亲的凶魂已经跑了。什么？跑了？不用担心，他俩女儿还在你家里，你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还以为能靠曾经的布局安稳活到老，没想到阵法居然被破了。不行，没了阵法布局，他们一定会跑出来杀了我女儿。要不我自杀吧，我变成鬼干死他们。哼，思路很新奇，真要如你所想就好了。魂魄也是会死的，你以为变成鬼就万事大吉了？根据《幽冥录》记载，人死为鬼，鬼死为女，鬼为女就像人为鬼一样。你已经超出了厉鬼的范畴，
寻常道士和先生看到都得避而远之，你就算自杀也不过成为口粮罢了。那我妻子魂魄岂不是成了口粮，再也不复存在？这么多年的香，我都他妈烧给谁了？那怎么办？我死也就罢了，可我女儿是无辜的。先别慌，那玩意儿既然跑出去第一时间没有找你，想必也是元气大伤。以我估计，他会去一些阴气和怨气比较重的地方，等恢复好了才来杀你们两妇女。你这种东西跑出去，必然会遭杀你。恐怕最近县城凶案会多不少，原因他们有的忙了。先生，你既然能看破布局，那必然是有真本事的，还请救救我女儿。当初那位老前辈，可有算到今日之事？他说，未来如果有人识破他的布局，便会出手帮我解决。我为何要救？我们才刚认识，我吃饱撑着了，去得罪你这种凶险的东西？哼，那老阴逼自己留下的烂摊子，想让我来擦屁股，门都没有。实不相瞒，当初那位大师说来人属相为属，五行属水，又能看破布局，就让我将女儿嫁给他，这样就能成为一家人，不再置身事外了。要不我把女儿许配给老弟您吧。爸，你说什么呢？我还差1个月才成年呢。是啊，爸。哦，不对，老哥，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妹妹虽好，可为了一个妹妹而放弃整个森林，实在是得不偿失，我得慎重考虑。我没乱点鸳鸯谱，我看老弟您衣冠禽兽啊呸！衣冠楚楚，一表人才，又有本事，绝非池中之物。小月嫁给你绝对不亏。另外你放心，只要你出手，我不仅将小月月嫁给你，还会把家里的200万家财全部给你。哦，200万外加一个清纯的校花，没想到那位老道看人真他妈准。你可知那位大师的名字？我可以烧个黄纸跟他聊聊天。说起来还真是巧，那位大师跟你一样也姓苏，叫苏大宝。谁？苏大宝？是不是说着一口长沙腔，整日里带个酒葫芦？对，没错，那位大师非常的大义，据说曾经为了引进国外美女，让国内单身狗摆脱高价彩礼，亲自率众去东营和酒局一派斗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就是我爹。这老登是多怕我苏家绝后，17年前就给我物色好媳妇了。没想到我女儿随便在街上拉个租客，居然把自己的老公给拉了回来，贤婿啊，这都是命中注定啊。不知老亲家现在身体如何？已经嘎了，坟头草都老高了。算了，我答应帮你出手就是了。200万这是可以谈，将小月嫁给我就不必了。毕竟她还在读书。我懂，我也是过来人，我知道你在担些什么。小月，你随我来。老公，你让小月这样喊我合适吗，老哥？贤婿尽管放心，我这边已经做通了小月的工作了，以后她喊你老公没毛病。虽然学校里和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在追求她，但她要是找别的人，老子我第一个不答应。我看咱还是先聊聊那200万的事吧。看在200万的份上，不对，什么钱不钱的，我帮你就是了。不过本来早上200万还在家里的，但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个250了，那就是我。200万哪去了？赌了。说来也奇怪，以前我都只打小牌的，输赢不过300-500，可今日我却像被鬼迷了，收不住手，一直赌一直输，还不受控制，越赌越大，所以全输给赌场了。啥？200万全输了？是呀，要不是中途外卖给我打电话让我清醒了过来，恐怕我连女儿都输出去了。应该不是那位女鬼，她要是回来的话，你就回不来了。可能那赌场有问题，否则一向理智的人不会出现被鬼糊眼的情况。你应该是真被鬼迷眼了，那家赌场或许有问题。明日你带我去一趟，我看看能不能找回咱们的200万。明日你带我去一趟，我看看能不能找回咱们的200万。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回去还有些事先告辞了。2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明天那钱要到手了，沈荣高低得分一些给我吧，毕竟就2条人命，难道不值这点钱？老公，你等等，我也去你那边。那个，真不用在意你爸的话，咱俩论咱俩的就行。没关系，反正以后也是要嫁人的，我看老公就挺好。咱爸说我和你是命中注定，我一个大学生也不能去逆天改命吧？爱咋咋地吧。只要不破坏本少爷3个基本泡妞原则就行，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你爹在使我娇妹，你爹不在我娇本。大晚上你来我这边做甚？帮你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呀。爸爸说让我多和你接触，培养感情。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忙了。还别说，这小妞真是蛮漂亮的，成功的将我从御姐控变成了萝莉控，女大3抱金砖，女小3我喜欢。行了，放下休息休息。好的，老公，你在忙什么呢？哦，我在帮女鬼找回家的路，她想回去见见家人。女鬼，我怎么看不到？你想看？特别想看。爸爸今天说这栋房子有特别厉害的鬼，以前他从来不让我进来，其实我早就怀疑有问题了，多么神秘的东西。好，那就让你看看，反正你也是局中人。
我真的可以吗？要不要用牛眼泪和柳树叶？谁教你的？电视呀，我看鬼片都这么演。纯属扯淡啊！普通人想看鬼，那就得先把阳气降低，阴阳眼不是那么好开，用牛眼泪更是无稽之谈。哇哦！好了，我打开葫芦，你且看好。真的有，老公你好厉害啊！爸爸说你有本事，果然是真的。苏先生，你这半天时间就找到媳妇了，挺好。这姑娘长得很乖。姐姐你好啊，真乖。这丫头跟他爸瞎胡闹呢，你赶紧回你家托梦吧。男左女右，在你爸左耳朵处念他名字，告诉他你回来了，你就可以入梦了。跟着我手中的纸喝去吧。哇哦！记住，1炷香内必须回来。谢谢先生，大恩大德我会告诉父亲的。偶像镜在我面前太帅了，老公。要不你还是叫哥哥吧。好的，老公。对了，咱爸说这宅子里还有2个女鬼，在哪呢？就在这柜子里的八卦剑中，他们暂时出不来，你别碰就行。老公你这么厉害，那你知道怎么变年轻吗？变年轻？当然知道。寒冷可以使人年轻。寒冷？对啊，你没见楼下老大爷冻得跟孙子一样。时候也不早了，明天一早还得去找回咱们那200万，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老公晚安，那我走了。哎，终于可以睡觉了。至于剑柄中的2道厉鬼魂魄，小爷我现在懒得搭理你，等我把周软软接了来炼成尸体，你们都将成为他。怎么样，阿峰，可查到了？结合线人提供的消息，皇家赌场的确涉嫌违法，他们与歹国金三角那边联系极深，可以断定赌场走私毒品，还贩卖器官。黄启强手里最少有5条命案。好，真是太好了，老子盯他家赌场盯了2年半，终于证据齐全，可以收网了。哼，他任盈盈与任龙武以为破了周家案件就能稳压我一头了吗？不，他们错了，这可是贩毒贩卖器官啊！只要此番跨国大案一破，你叔我立马能去市里任职，到时候我要让他们北局知道什么叫做穿小鞋。他任盈盈不是靠什么苏菲帮助才破敌周家案件吗？有本事他再让那苏菲也给破一个皇家赌场这种大案啊！他任盈盈凭什么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叔，明日几时出发前去围了赌场？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给任盈盈看我的牛逼之处了。中午吧，线人说赌场明日中午会接货，正好给他们来个人赃并获。贤婿啊，与我闺女处得如何？相当的愉快，想不到娇滴滴的一小姑娘居然这么勤快。满意就好，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要不就娶了吧，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比你单着好。到时候再说吧，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对了，你有什么梦想吗？梦想？以前我的梦想就是争取20岁时在城里拿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一半。现在20岁了，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努力一定很爽。只要没有房贷车贷，我就没有噩梦。没事，如果生活扛不住，不如搬来与叔住。依我看，咱们还是走快一点，尽快拿回咱的200万比较重要。站住！怎么？我们赌场规定，不穿西服禁止入内。你等会，我去给你买套西服。等等，你们赌场规定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赌场的人。好像有道理。有道理，那还不让开？您里边请。卧槽，铁门神就这么让你进来了？他可是赌场里出了名的憨直啊，只认死理。哼，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贤婿，现在咱们怎么办？你先去找个地方玩几把。这么多人不太好吧？你他妈在想什么？我说的去玩牌。你说清楚啊，我还以为。以前我都是输个几百就跑路，昨日却无法自控。小赌养家，大赌创业。接着玩没事，再玩大点。刚才出门前我已经帮你算过，赢多输少可以放心干，争取多赢点，今晚加餐。好嘞，有你的话我就安心了。阿香，今日的货不错，福同姐很喜欢，从哪弄来的？秉强哥是一个14岁的少年身上弄来的。14岁？他想买果子16 Plus， 在小弟的引导下跑来卖肾，8万块。不过肾源很好，一发出去很快有大佬要了，所以2个腰子都被咱们嘎了。目前被我丢在藏尸间，算算时间应该快流血而亡了。另外还有一位7岁小娃是跟大人走丢的，我已经安排进了手术室，有人要肝和脾。挺好，我就喜欢这些爱慕虚荣的少年，他们的血最美味了。要是再来几个，佛同姐会更开心的。
我能走到今日，全靠福同几相助。那个小娃的血也给我留着。是强哥。对了，今日那批货什么时候到？中午。你也跟了我那么多年，干完今日这一票，该给你个名分了。哇哦！好，只是强哥，咱们能不能干完这票收手了？咱们生意越做越大，迟早一天会被人盯上的。我想与你过安稳日子。想当年我被锦离乡前往逮过，当了个卖鱼的，机缘巧合之下救了你们父女俩。你父亲临终前将费尽千辛炼出来的佛童戟和你才托付给我。因为有了这个佛童戟帮助，我们的事业节节高升，越做越强，哪能说收就收？就是咱们想收，下线那些大佬也不会同意啊。可是我今日眼皮一直在跳，我担心。没什么担心的，风浪越大鱼越贵。难道你还不相信佛童戟的能力？你就安安心心吧，到时候给我生个宝宝。强哥，下面有人闹事，就昨日那个一口气出200万的家伙。什么？又是他？他难道还有钱？有，不仅如此，他另外还带了一个人从咱家赢走好几百万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我就要他将赢的全部吐出来。请佛童戟出手。飞呀，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爱你啊！就冲你招财这一点，我也得把闺女嫁给你，日后生个外孙，我跟他姓都行。结婚生外孙这种事，日后再说，日久才能生情嘛。万一日后你反悔了，可咋办？那就让他啪一下打在我脸上。一下哪够？最少要3下。不好，有阴气，你应该尿急了，咱们去卫生间。我不急啊，没尿呢，再来一把。我说你有尿，那你就得有尿，顺便去将筹码先换成钱。对，有尿，那咱们先去厕所，等会儿再来。贤婿，我这没尿让你硬拉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觉得天气凉了好多？是要变天了吗？哼，不是变天，是脏东西来了。什么脏东西？你是说这赌场真的有鬼？我就说昨天怎么鬼迷日眼的，原来是真的。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养外国货，这可是古曼童。哦，忘了你看不到了，我给你小刀扎屁股，让你也开开眼。我的妈呀，这就是古曼童。古曼童与小鬼不一样，小鬼是生下来夭折的孩子，被用特殊方法处理做成了娃娃，并强行将灵魂拘禁进去，充满了欲望和邪恶。而古曼童不一样，是那边的法师用各种材料做成娃娃，供意外流产的孩子灵魂入住。他们天性善良，能帮人招财，保佑平安，属于正能量。你不是说他是正能量吗？怎么我看着不像？养废了呗，这个浑身煞气，肯定是按小鬼的办法养的。我怎么感觉突然有尿了？卧槽，老弟你这太猛了！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大本事的人，真是电线杆捅青蛙，顶呱呱！哼，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脏东西，居然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对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这玩意？拍死算了吧。小洋玩意儿，居然敢来我们地盘上兴风作浪！他说啥？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歹国的。我有一个大秘密，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告诉你。这就开始反噬了，快说，否则我把你脑袋扭下来当球踢。我说，我的供养人黄启强他。我操！这家赌场那么黑，今日要不是你在，恐怕我赢了那么多，得被拉去拆零件了。这可是大功德。马哥，咱任姐是不是谈恋爱了？明明昨天才晋升了大队长，可我发现她今日心不在焉，时不时还摸摸胸前的那块雕雷老木，如今又神秘兮兮的跑出去接电话。什么电话需要掩人耳目啊？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以往她都是用狮吼神功接电话的。这是咱们该知道的事吗？知道太多小心被穿小鞋啊！喂，阿飞啊，有什么事吗？哦，我问问我的赏金下来了没？你他妈，你是怕老娘吞你的钱？就问一句，对了，你要功劳不要？什么功劳？跨国大案、贩毒、器官买卖、偷税漏税，地址在。等等，你说你打个牌，顺手就又破了一个特大案件。别啰嗦，快多带点人来，他们人有点多，还有枪，我现在在厕所呢，情况紧急。局长，马上关掉你那些小电影，快带着全部警力跟我出动，有大事。贤婿，你不赶快报警，你给谁打电话呢？报警还得转接，能有我 VIP 通道来得快吗？我直接给局里打。
那现在该怎么办？咱已经被盯上了，若是在厕所太久，恐怕他们会围堵过来，直接打死咱啊！有了，遇到事情不能坐着放屁。你想不想化身成为绿巨人？当然想。那你想不想洗干净罪孽，重新投胎做人？想呀。好嘞，你附在他身上，给我们开路。等完事了，我找个富贵人家送你投个好胎。你最好老实点，别给我耍花招，不然我让你分分钟魂飞魄散。保你满意。等等，你这是在……站住！想闹事？没错，我们想砸场子。哟呵！我活这么大就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嘿，今天就让你看到了。我操，还不知道我的身世证明，原来一直是我灵魂给拖后腿的。要是我小看你们了，居然连我的古曼童都能策反。哼，手拿把掐。不好，强哥，收手吧，外面都是警察，我们逃不掉了。对了，大师，手宿舍还有一个小孩子，你要不要去救救？那你看着他们点，我先去救那小孩子，回头完事了，我给你一个清单，你自己挑下被子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放心吧，大师，这里有我看着，保你满意。都给我举起手来，你们稳住局面，马汉王朝随我找人。糟了，不在厕所，难道被抓走了？任姐，咱这是找飞哥吗？没错，快给我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飞哥真是牛屁股上绑雷管，牛逼爆了，竟让咱任姐如此紧张。来了，挺快的吧？还好没事，你差点让老娘担心死了。你这是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他受了伤，我再给他做心肺复苏。哼，肋骨全断，嘴里还流血，你管这叫心肺复苏？当老娘没看到你那砂锅大的拳头死命抡别人？那你抢救的怎样了？放心，经过我的全力抢救，他心率已经完全稳定了下来，已经完全没有恢复过来的风险了。卧槽，死了！我发现他打了麻药，正准备解剖小孩子，跟他道理讲不通，所以就给他上了堂物理课。卧槽，这报告难写了。女孩子家的别动不动就卧槽卧槽的，多不文明，影响你女神形象。你可以换种说法，比如倒过来说。倒过来说，那可真是太好了，我答应。去死吧你！这女暴龙动不动就上手，还是我的纯情校花妹妹好。我的天呐，任姐，我飞哥一个电话你就完全相信，直接大张旗鼓奔赴而来。我就知道跟着飞哥的步伐准没错，捣毁一个大窝点，这可是滔天功劳啊！这位就是苏大师吧？幸会，不知你是怎么知道这赌场隐藏那么多黑色产业的？他告诉我的。在我的管辖区内，居然有这么大的案子，这要捅出去，或者被南局给破了，我这辈子别想晋级了。这案件竟还能如此破，真是阿爽他妈给阿爽开门，爽到家了。老子当了几十年警察，也没碰见过这么躺赢的案子啊！大师真是我局的福星啊，能遇上你乃是鄙人与我侄女的福气，2天连破2场大案，实在太感谢了，我真是遇上了泼天富贵啊！顺手捎带的事，客气了。哼，那个大夫被他打死了，然后他俩还大额赌博。胡说什么？那是自己摔死的，我亲爱的苏先生给他急救呢。虽说抢救失败，但如此行径照样要高度表彰。至于赌博，沈先生那可是我警局安插了数年的线人，这叫钓鱼执法。二位先生，你们说是不是？对，说的在理，大家都自己人呢。年轻人学着点。哼。对了，苏大师，法医老五快退休了，我局还缺个法医，你看有没有兴趣？抱歉，我不懂那个，我闲散惯了。明当美猴王，不当弼马温，主打一个崇尚自由。如此大神若能留在身边，对老夫可是有着极大帮助啊！那出神入化、能沟通阴魂的手段，真是闻所未闻。不行，就算拉不进局子，那也得想办法绑住。有了，养你1000时，用你1日。莹啊，你跟苏先生走走，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这里我来处理就好。叔，我觉得有些不太妙，好像天塌了。为什么北局的警员都出现在这？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承认我慌了，这个节骨眼上功劳不会被抢吧？快去问问什么情况。也是。没看出来，你这人还喜欢打牌？不，我并不喜欢打牌，我是陪房东老沈过来的。他昨天被古曼童坑了200万。其实我这辈子最讨厌赌毒了，我发誓与赌毒不共戴天。你为何那么恨赌？赌会害人的，事情还得从我高中时说起。那会儿我的室友迷恋上了赌博，一到夜深人静大家都关灯熟睡后，我总能听到他被窝里传来一声澳门赌场上线了，性感荷官在线发牌，陪您嗨3天。现在想想就挺后悔，当初我就该阻止他踏入歧途的。任盈盈，你们来这做什么？当然是查案了，不然呢？查案？查什么案？
跨国大案，贩毒、走私器官，怎么样？这种大案你羡慕吗？哈哈哈！尼玛，谁让你来查案了？知不知道这个案子我盯了2年？这是我的案子，你还给我。还得蹲2年多。你南局不敢查的案，我北局敢查；你南局办不了的案，我北局能办。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案情我已经上报了。送你几个字，与你无关。见他如此嚣张，林峰和林霸天叔侄费都快气炸了。昨夜2人就在做美梦，立了大功后好好潇洒一把，连包厢和8号技师都提前订好了。可现在没有等来诗和远方，却等来了诗和警方。你就是苏菲，你一个上不得台面、被时代淘汰的阴阳先生，有什么资格待在他身边？我跪舔了那么多年，都未能有这种待遇。我劝你离他远一点，别为自己招祸。我的人你也敢威胁？你算哪根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姐姐，我好怕，他恐吓我，当着警官的面恐吓我，好可怕！怕你妈，老子难道还能吃了你不成？姐姐，我怕。你给我正经点，别茶里茶气的蹭我。兄弟，什么年代了还放好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你去看看医生的，你可能生病了。哦，什么病？说出来让我乐呵乐呵。你没看到他眼睛都来大姨妈了，这么红。你只会逞口舌之力。我有这个嘴上功夫，指不定哪天让我傍个富婆呢，你只能羡慕我。年轻人有认知，好活当赏。人龙5，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做事别太过分了，这是我2年半的心血，你要把我惹急了，我他妈什么都做得出来。老子才不想日后见你这张逼脸。哼，什么都做得出来，我看未必。这是昨晚我在沈清月书桌上拿的高考试卷，我就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模拟高考卷，不愧是我飞哥，真他妈骚气。你，老子真想端把 AK 把这小子给突突了。刚放出去的狠话，转眼就变成了吹牛逼，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喂，什么事？什么？中考就只考了30分？老子怎么有这么蠢的儿子？你要干嘛？你们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人家孩子不中用，你们居然还笑？我当然是去安慰他。你还会安慰人？我当初可是被那群妹妹们称之为劝人小能手，最擅长高情商安慰了。哦，别气警官，那笨蛋儿子还不一定是你的呢。你管这叫劝人小能手？你确定不会挨打吗？真是一劝一个不吱声。他妈的，老子就说这儿子怎么皮肤那么黑，长得一点不像老子。走，风儿，回去给我彻查，老子要做亲子鉴定。正所谓一语点醒梦中人，林霸天联想着那么多年来的遗憾，心里由于茅塞顿开，他已经顾不上追究人龙5他此刻只想回去先解决自家后院的事。可惜呀，好好一个小伙子，怎么就长了张嘴？哼，什么眼神？你们就说我安没安慰好吧？他有没有放下案情？对了，你们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我就喜欢劝人。没有，别劝。没有。莹莹啊，人家苏兄弟帮咱连破2个大案，送来滔天富贵，咱怎么也得请人吃顿饭，先犒劳一下。叔有点忙，这事由你去办吧。好，我还是第一次请男生吃饭呢，以前都是别人请我，但我从来没去。那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其实以前也都是别人请我吃饭的，只不过吃的都死人饭。很少吃到你这种大活人的饭。我感觉自己又要破防了，和这家伙说话简直太搞心态。哼，要不我给你死个看看，再请你做个法。不过你跟那些花前月下的男人真的很不一样。那当然，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性格潇洒的小伙。花前月下我不会，但我们可以吃饱后找个酒店花前日下。我恨不得一盘子扣你脸上。你别说话了，安安静静当你的美男子吧。对了，上次你卖给我的那个雷金木，我再给你转个几十万吧。前些天我找著名雕刻师王老雕刻挂件，他说这块雷金木最少价值几十万。卖都卖了，哪里还有补钱的道理？我看你八字不太硬，需要它。果然如王老所言，这家伙看出了我的命运，特地将宝物赠我。谢谢，这个情我记下了，以后你要是犯事入狱了，我一定给你拉关系，让你夹鸡腿，不至于过得太清苦。呵，我他妈谢谢你祖宗18代啊！想感谢我的话，你以后还是多请我吃几顿大餐吧。我小时候家里穷，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就连洗澡都不是经常能洗的啊。没想到你以前经过的这么苦，那你想洗澡时都怎么解决呢？还能怎么办？只能去村里偷看别的小姑娘洗澡，以此解馋啊。日子虽然过得苦，但我闭嘴！老娘真是信了你的邪，果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莹莹，你快来我家。这2天我有点害怕，所以今晚你来陪我睡觉觉。找你睡觉？没看出来啊？你还是个……瞎讲什么呢？我闺蜜。
原来是闺蜜啊，反正你也要去陪你闺蜜，我也要回去睡觉。要不这样吧，我帮你代劳，你就回家忙你的。一步到位，拒绝中间商，你看咋样？你也要去陪你闺蜜，我也要回去睡觉。要不这样吧，我帮你代劳，你就回家忙你的。一步到位，拒绝中间商，你看咋样？呀，死人了！他家东西吃死人了！怎么回事？打救护车了没？打什么救护车？我老婆已经走了，你们餐厅的食物有毒。先报警，把救护车喊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是警察，北局大队长任盈盈。没想到开业第一天就遇上了这种事。警官，麻烦了。已经没有呼吸了，等救护车到这最少半个小时，恐怕来不及了。我是学法医的，让我看看。这初步观察，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食物中毒。老板，食材来源正经吗？我敢打包票，我们的食材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源头可查，也可拿去化验。既然食材正经，为何会出事？会不会是海鲜过敏引起的？不排除这种可能，具体原因还得去法医室详细检查。开业第一天碰上这种事，算我倒霉吧。你妻子的死，我感到很不幸，但人死不能复生，你想要多少补偿？100万可否？我妻子与我相濡以沫，从贫穷走到现在，我们的感情之深，怎能拿钱来衡量？得加钱，最少150万。行，就150万，卡号告诉我。另外，请这位警官做个见证。真是个有魄力的女人，我猜她应该不止餐厅老板这个身份吧。好，既然双方都同意，那就慢着。你们要把钱给这位凶手，然后让死者死不瞑目吗？哎，吃个饭也不得消停，走哪都有冤案。你这话什么意思？把钱给凶手？你是说他是凶手？我凶手？诽谤？警官他诽谤我啊！你不知道现在乱说话也是要进局子的吗？年轻人，这饭可以烂吃，话可不能烂说，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还有没有半点公德心了？人家刚失去了最亲爱的妻子，本就这么痛苦了，你还往火上浇油？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喜欢哗众取宠吗？我一个00后都看不过眼了。这家伙不会想借着别人的死博流量当网红吧？先生，人虽是过敏而死，但终归死在我的餐厅。我想，您没必要如此诋毁他人。你从哪里看出来是她老公杀的？咱们得讲究证据啊，不然我也不好办。我知道说话得讲法律责任。喂，靠谱吗？若不是有冤魂找我诉苦，我可不想管这件事。毕竟也不是我出钱的。你在看什么？那里有什么东西？不告诉你，说了你也不懂。故弄玄虚，栽赃嫁祸。既然你说是我杀了我妻子，那你倒是拿出证据啊！我怎么杀的？这半年来你不断的找小三，压根不顾家里。被你妻子知道后，两人时常吵架，极为不和。这种日子你受够了，所以3个月前你悄悄给你妻子买了一份意外保险，金额500万。今日你给你妻子道歉，说自己错了，并说带她出来吃饭，两人好好谈谈心。你妻子不想家散了，孩子没有父亲，一直没有狠下心跟你离婚，所以她答应了你的请求。但是出门前她突然发烧，你极为关心，给她拿来了一盒感冒药。你妻子以为你回心转意了，很开心，没有多怀疑，便吃下了药。她也没想到你会带她来餐厅吃牛排海鲜，喝从未喝过的红酒。在你的花言巧语下，她被哄得连喝好几杯。后面的事还要我说吗？你这纯属诽谤！莫非感冒药里有头孢？头孢配酒，说走就走。若真是这样，那确实是蓄意谋杀了，好狠的男人呐！胡说！你是在血口喷人，咱俩连面都没见过，我妻子也不认识你，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存在，这全是你的猜测，你没有半点证据，污蔑，赤裸裸的污蔑。说的有道理，这死法也偏向食物中毒那一类，但你的确没有证据，倘若推理就能定案的话，那不知道要冤死多少人。不如这样吧，我请我老师过来，他在本市南局担任了很久的法医，一定能查出死亡原因，而且有我老师在，不怕他们北局的人徇私舞弊冤枉好人。何须这么麻烦？你们不是想要证据吗？我这就给你们证据。他都说不认识你了，你上哪弄证据？不知道死者自己说的话算不算证据？当然算，没什么比受害者发声更有说服力的了，但你让死者开口，未免太荒谬了。住手！这里那么多人，你要搞这么一出，你让我们警方怎么解释？要是传网上去，那可比死人了还严重啊！对，有道理。所以关我啥事？俺又不是警察，我干我的活，你们没养公关吗？让他们擦屁股去。起！卧槽，诈尸了！我的妈呀！这，救命！娜妈，我要回家，老师从没叫过尸体，也会起来啊。经理，扶我一下。刘总，臣妾办不到啊，我都已经软了。天塌了，你个混蛋，一天天净捅娄子。你给我擦屁股多好，不然你一天天吃空饷，省得你没事干。你，快把你的冤屈说出来吧，你丈夫怎么害你的？告诉大家。
我要你陪葬。你先下去吧，他这谋杀罪就让警方来处理。你放心，家里的孩子警方会给你安排好的，你的家产全是他的，没人会动。我操，还能让你是自己指控杀人凶手？这真是小蝌蚪变蝴蝶，变态到起飞呀！原来你竟真是杀人凶手，枉我还同情你，给你说话。人家啊，把自己老婆弄死，结果想在人家餐厅骗赔偿，完了还想报保险。世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害得我们冤枉了这位大师。相比这些，我更想知道尸体站起来是怎么回事，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学校没教？还是说这是变戏法节目效应啊？马汉王朝，你们赶快来柳家西餐厅抓捕一名嫌疑人。好的，任姐，马上到。马汉王朝，你们赶快来柳家西餐厅抓捕一名嫌疑人。好的，任姐，马上到。多亏人家大师好心帮忙，这事要是传出去，指不定会给人家带来什么麻烦呢。我得想个解决方案。诸位，吓到你们了，我很抱歉。其实这是咱们餐厅的节目，不用害怕。今日全场消费免单，诸位可以继续吃，也可以随时离开。原来是虚惊一场，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有这么邪乎的事发生？是啊，不过今天运气真好，既观看了节目，还能免费吃一餐。混蛋！今天要不是老板娘机智，差点就让你捅大篓子了。哼，我给你破案了，你还骂我，有没有良心啊？没想到大师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本事，真让我见识到了世界的神奇啊！我为之前的无礼给先生道个歉。客气了，这种情况换成任何人，恐怕都不会信我的话。要不是大师仗义出手，今日我可被杀人凶手给骗钱了呢。150万事小，但让凶手逍遥法万事大啊！谁让我碰见这种事了呢？倒是老板的生意，这刚开业就出现了这种事。没事，餐厅本来就是开着玩的，也就投了2000万。明天我就打算关门，这都是小钱。只是我这辈子和爱情没法沾边了，不管我做什么都一帆风顺，可只要涉及爱情有关的就绝对失败，这就是命啊！哇，原来是个富婆姐姐。不愧是我飞哥啊，不管到哪里都有美女围绕。咦，你们今天可是又立了大功，怎么老王看着不高兴呢？是这样的，他舔一个姑娘半年了，对方一直若即若离的，还嫌他工资低，还说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现在正伤心着呢。要不飞哥你给他支个招，教一下他到底如何撩妹。那你真是问到我的强项了。其实哄女孩子没那么麻烦，你不需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只需要市里一套别墅一套就行了。别看有的女孩高高在上，那就是表象，然后事实并没有那么难追。你如果是热情努力的去追，那么他就一定会热情的拒绝你。有道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是我们段位够不到吗？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懂。还是算了，女生这种生物貌似没有进度条，我也不知道攻略到什么程度了，以后再也不当舔狗了，安心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不，你这想法是错误的。你说你再也不做舔狗了，他逼你舔了吗？没，那不就得了？身为爷们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听哥一句劝，不妨把网撒大一点，只要你网足够多，撒得足够广，那么你就不是他的备胎，他反而变成了你的备胎。放心，照我说的去做吧，保你舔狗变战狼。飞哥一席话让我云开雾散，我悟了。等我回去后就立刻用摇一摇，广撒网。今天飞哥真是纱布擦屁股，给我们露了一手。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其实我这人最讨厌这种花花肠子了，而且我还是一个特别专一的好男人，江湖人称痴情小郎君。我呸！完了，名声没了，真的我没骗你们。天马上也要黑了，妈妈说过，好男孩天黑不能在外面乱逛的。大师等等，咋了？你不会对我有啥想法吧？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忙，就这样走了，那太显得我柳妹不懂人情世故了吧？我带你去商场给你买几套衣服作为回报如何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怎么？怕你这位警花女朋友生气吧？你放心，姐是结过婚的人了。别误会，我可不是他女朋友，只要你们别涉及到有物质的爱情，我可管不着。刚好今天的事也多，我要回去处理一下案件，然后还得去我闺蜜家。混蛋，再见。再见，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啊。下次记得穿白丝，最好是那种带字母的。滚。对了，你忙完记得派2个人将软软的尸体给我送到家吧，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好的，知道了。大师，你等我一下，我换套衣服去就来。怎么样，大师，我这套衣服漂亮吗？真是太完美了，姐姐的衣品真是没得说。不过我想看的不是衣服，而是换衣服的过程。What？ 你这简直是给铁扇公主接生，扯犊子呢！姐姐可是结过婚的女人。那冒昧问一下，姐夫现在哪里高就？爱还是不要提他，他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看样子姐姐这情路也挺坎坷啊。难道大师您还会算命吗？我观姐姐的面相，眉宇间带着幽怨和恨意，足以说明姐姐的婚姻不太幸福，而且想离又离不掉，命中注定一生孤独。名义上结了婚，然则实际上和丧偶没什么两样。看来算的还挺准吗？大师果然不是一般人。你说的没错，我和笼中鸟没什么区别，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却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爱情。他们都说我是克夫命。
不，姐姐本是望夫命，是他克，若无他，你肯定是凤凰展翅之态。说的太好了，就是他克我，但我却没有办法破局。你也不是一般人，既然你叫了我姐姐，那姐就指望你了。那请姐姐伸手一看。若是姐姐信我，那我告诉你，你尽管放宽心，后面你会有转机的，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完全没有必要在你老公身上花心思。好的，姐听你的。老公既然指望不上，那以后姐就指望你这个二弟了。虽然生活进退两难，但姐有你这句话也就有了期盼。不要怕，你总说生活进退两难，以后就有我这个二弟陪你进进出出。哎呀，你可真会安慰人，难怪人家锦花都要请你吃饭呢。就你这本事和长相，对另一半要求一定很高吧？姐姐可在圈子里给你物色一个绝佳伴侣。也没啥特别要求，大波浪就行。就这一个要求吗？哦，不是，这是2个要求，波后面加个顿号。难怪那锦花说你是混蛋，我看没毛病。谢谢姐姐，今天真是破费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富婆相助。姐姐，我突然不想努力了。别扯犊子，以你的本事要赚钱，还不是像喝凉水一样简单？这几十套衣服，春夏秋冬都齐了，150万种。我好像还没有这些衣服值钱。我的肾在黑市是100多万，干几十万，为什么加起来凑一起就不值钱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阿飞，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家吧。姐姐明天可能要关店离开这里回牢笼中了，以后你要是结婚了，别忘了通知下姐姐哟，我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富婆体验卡这么快就要到期了吗？还没有好好感受就结束了，总有一天我会拥有很多张富婆至尊卡的。结婚是不可能结婚的，我这边姐不用操心，只不过你那边半年之内会有个大坎，若是到时解决不了，你可以电话联系我，或许我能帮上你。好，有二弟全力顶我，姐姐很开心。走了，短信电话常联系。飞哥，我们还以为今天你会跟女神过夜去了呢。哼，胡说八道些啥？人家可是有妇之夫。少妇，那就更好了。实不相瞒，我们兄弟俩都有孟德之号。啊？什么？不是吧？俺也一样，俺也一样。